嗨，大家好，我是崔璀璨。我差一点点上森林之王。我讲这个故事之前，想先说，我最近满了3000个订阅，因为很多人最近有看到我那个1周的 vlog。如果你也是因为看到那个 vlog 所以按订阅的，那你就在下面留言告诉我。几个礼拜前我不到1000呢，所以这样我就很开心啊，非常感谢你们。都可以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你想要看什么样的、什么类型的影片，我的兴趣蛮广泛的，几乎什么都可以。那这个森林之王的故事要从3月开始讲，因为那时候我是一个直播主，我就开直播啊，然后直播的经纪人问我说要不要报名看看一个就是歌唱比赛的节目。那个是网络上报名的，然后可能贴一个链接给他们看我之前表演过的歌，唱的是怎么样的，我就报名看看呢，就可能花了5分钟的时间去打一些我经验什么的，然后就想那个是一个很大的比赛节目，所以可能没有机会，没有很大的希望啊。然后过了几个礼拜之后，就有收到他们的通知，他们说我有过那个第一个阶段，然后要我去他们办公室，就是面对面唱歌给他们听。因为他们的报名方式是这样的，在网络上填表报名，然后如果有选上的话，要去他们办公室，私底下试镜，然后试镜通过的话，可以直接上舞台给评审评论试镜的。如果那个也通过的话，然后他们选上你的话，那个可以再去录影，所以这个跟现场那个报名的人不太一样，这是通过经纪公司的方法。所以我就去他们的办公室那里啊，然后我穿这套衣服去，然后我就唱2首歌，一首是我好想你，另外一首是 Lady Gaga 的 Million Reasons Giving Me a Million Reasons to Let You Go 那首。我觉得在办公室试镜是蛮尴尬的事情，因为其实真的就是一个大家开会的办公室而已，就没有什么录音设备啊，只有一个相机，一个三脚架，然后一个人在里面跟你讲话，然后那个外面因为都没有人上班，因为那是周末去的，所以其他的要试镜的所有的人都听得非常的清楚，而且在外面你会觉得不好意思，我可以给你解密吗？就是你要讲非常小声，因为什么都听得到。我前面听到很多很厉害的人在唱，因为我听到太多厉害的人，所以我就觉得没机会。不过过了快1个月的时候，又收到他们的通知了，恭喜你通过试镜来参加实体海选，直接由评审老师聆听评断，然后过几天之后就去现场的海选。其实我是穿同一套衣服去的，因为我那时候在想，如果他们对我这套衣服有印象的话，可能人不记得，但是他们我记得有人穿这套衣服的话，就是比较好认。我有听人家说过，就是有第2次试镜的时候可以穿同一套衣服可是这样想的话，应该不是我衣服是最好认的吧到了之后我就签一下名字说我到了，然后他们给了我一个数字，一个西方国家的文化里面是非常运气不好的数字，但是那天去的有好几百个人，但我觉得现场报名的很惨，非常惨，因为要排队非常久，终于轮到你的时候，你可能上台看不到2秒就叮叮，那个叮叮就是拒绝的意思，就没机会了。非常惨，但是因为我是通过经纪公司报名的，所以
我就不需要被叮叮的。而且被叮叮的人，就算不是2秒，可能10秒或更久，我听到非常多歌声非常好听的，就是又稳定又好听，高音低音都会的。不懂他们在找什么样的人啊？而且有几个人是我觉得唱的并没有那么好听，也并没有那么稳定，而且那个高音都有一些问题啊。但是他们用很多手，这样子，然后就没有被叮叮了。为什么？手那么重要吗？所以之后明年要去的，记得多用手。那天因为我压力很大，然后我想要分析一下，所以我甚至有拍一些就是影片，自言自语的影片。Whoa, somebody's practicing. My friend, who also does lives, oh, I should take this hair tie off. That's fine. Like, it's gonna make a difference. Can blame it on this hair tie when I don't make it. I'm not very superstitious, but I have a black cat. I mean, of all the numbers, really, thanks. That may be the reason for my not passing. Also could be this hair tie. Also could be because I suck. But I'm so worried that the reason that they asked me to come here today even was because they want somebody who looks foreign. So what if they were like, yeah, she's alright, but let's just have her come to the second round of casting so we can, you know, film her. Like, people will see, like, whoa, this is a really international show. But then that's not cool. Oh, sometimes you ask yourself, why am I here? Maybe I can think of it like this, like, whoever is listening on the site, maybe the people who got rejected or whatever, I could be an inspiration to them because they're like, what the f***, why did she get passed? 我看大家上台唱歌被拒绝，我压力变超大的，所以我就去旁边有一个导盲犬的什么展览什么活动，我就去那边，他们还让人摸狗，还蛮可爱的。我总共大概等了4个多小时，然后那段时间，因为我去摸狗啊，或我自己跟自己讲说，反正我都没有什么机会啊，我不会那么的紧张，我一直克服，一直压着这个紧张的感觉。我是13号，对不对？12号是一个菲律宾的女生，唱得非常高，而且非常好听。我整个紧张的感觉都爆掉了。上台的时候，他们给我一支麦克风，这是麦克风，我的手从来没有这样抖过哦，抖的大概这么夸张。然后我觉得其他人看到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啊，看起来好紧张哦。不行，另外一只手扶着，可是另外一只手扶着的时候也在抖，而且抖的速度不一样，所以变成说我在做那个手调饮料了，超级丢脸的，而且我完全没办法呼吸。那时候有2个评审，其中一个举叉叉了，举叉叉的意思就是表，然后另外一个没有，所以一个举的话是 OK 的通过，2个都举的话就是不行。所以唱到底，然后就是没有2个叉叉，所以我过关了。而且举叉叉的我可以理解，我真的可以理解。但是另外一个评审人还不错哦，他说你太紧张了，然后都影响到你呼吸，但是你什么音色都很好听，什么他还有说别的，我就觉得哦，真的谢谢他给我面子。那时候那个森林之王也在开直播，然后有人在上面抱怨说这个人怎么可以过关。那时候当下会觉得哇，人家都好凶哦。但是我自己后来去听，我也这么想，我怎么可能？我真的不懂。如果你要找那个影片的话，你自己去找，我不会放有声音的版本，我只会放没有声音的版本，然后我可以模仿。Never mind or find someone like you. I wish nothing but the best for you too. 至少应该
应该比那个好一点点啊。那天过关的应该有70个人吧，算蛮多的。然后那天只有选2个确定可以去上节目的人，然后其他的他们都说要等他们的通知，因为就是去每一个地方，台湾的每一个地方之后，只会选出35个人，所以他们就说等我们的通知。我等到现在也没有啦，他们没有通知我，不意外。就算我的手没有一直在抖，就算我有办法呼吸，去试镜的有很多非常会唱歌的，而且声音又很特别的。因为我声音并不是非常特别的或是什么，我觉得他们应该就是喜欢那种声音很特别的吧。我这样讲安慰自己。所以我网络上报名过了，第一次去办公室试镜过了，第2次去现场还选过关了，只是后来没有选我去上节目，所以这样算差一点点上森林入网吧。好，谢谢你们看到最后面。如果不讨厌我，那就帮我按个赞、订阅。那我影片最后面喜欢问一些问题，我这次想要问的是，你人生中最紧张的一段时间是什么时候？什么样的情况？我应该就是森林之王的那次吧。在下面留言告诉我，下礼拜见，拜拜。